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毕竟周末开盘嘛，支持一下狼王。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狼王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时间。那总结一下是吧？就是下周的行情以及这周的行情，大盘都是属于一个非常磨人的节奏，对吧？虽然说整个指数仍然在横盘的缓慢上涨，对吧？标普啊、道琼斯啊，但是个股中间分化非常的严重，大家也可以看到上周有很多小盘股都破了新低，是吧？那是不是说现在大盘在高位 ，UVXY 也接近了支撑，就可以做空了？我跟大家强调一点，最近的3到4周时间内仍然不要去做空，好吧？做空的话会非常的危险。接下来3到4周的操作策略呢，仍然是把握个股的机会。如果说你把握不了个股的机会，你也是以一个日内交易为主的，这个策略仍然不变。大盘现在仍然非常的纠结，好吧？那我们还是闲话少叙，直接来过一下。首先呢，自然是狼王频道的一个招牌，先来说一说 UVXY。我们首先进入 UVXY 的这个对数坐标，好吧？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UVXY 在上周就出现了一个迅速的跌破26块钱的一个平台，对吧？狼王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 UVXY 在26块钱附近，最好还是少做多看，对吧？因为我当时在26块钱附近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去做多 UVXY， 因为我觉得它做多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快速下跌，做空的话呢有可能在26有支撑，所以说一定要等这个局势走出来了以后，是吧？再看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UVXY 的布局。那现在 UVXY 已经跌到了接近狼王所说的第一个支撑位，就是22块钱附近，那是不是代表着现在就可以进去继续的去做UVXY 了呢？我告诉你，答案是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 UVXY 这种股票一旦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以后，大概率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过程。什么样的横盘整理呢？就比如说像这样，好吧？就比如说你看 UVXY 从这个160块钱跌到102块钱这个平台之间，它会有是吧？中途会有这种假的横盘来引诱你进去做一个反弹，是吧？比如说这种都是一种小的一个假反弹，然后像这样的是吧？像这种对吧？像这样的假平台是吧？假平台做一个小反弹，然后继续跌，假平台做一个小反弹，然后继续跌，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说我个人的认为呢，22块钱附近，尤其是上周五出了一根小阳线嘛，这只代表了 UVXY 很有可能在22块钱做一个小平台。什么叫小平台呢？就是说它大概率的话，就是即使 UVXY 在22块钱出现一个反弹，可能反弹到的一个位置，我觉得不会超过24块。对吧？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说 UVXY 即使出现一个反弹，可能不会超过10个点，然后反弹到10个点以后，会继续的去底位去找一个支撑。所以说短线来说，即使 UVXY 有反弹，这个反弹幅度也不大，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进去去就是大仓位的布局一个 UVXY。我觉得 UVXY 真正的一个支撑可能会在20甚至是到19的一个区间，好吧？22块钱这个区间它只是一个就是下跌中期的一个小平台，可能就是3到4个交易日，好吧？这就是我对 UVXY 的一个看法，就是现在即使大家进去玩 UVXY， 它的这个反弹的点位，这个幅度是不会特别大的，因为它大概率的是要在底部震荡3到4周的时间以后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底部，现在只是第一根阳线的一个企稳，它最多也就是在这个点位是吧？大概反弹10%左右，然后接下来还会继续的去20块钱甚至19块钱附近去找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的话可能反弹的幅度就会比较大了，大概30%到40%左右。
好吧，那简单点说呢，就是现在UVXY 仍然不建议大家进场去做，虽然说短线的话它可能会有10个点左右的反弹，对吧？就24块钱，我觉得最多也就到最多不会超过24块7，好吧？我就跟大家说了，UVXY 即使在最近会有一波反弹的话，也不会超过24块7。好嘞，那这是我对 UVXY 的一个看法。说完 UVXY 的一个看法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现在是吧，一直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区间。然后狼王说，就是我对于标普指数的话是看到4510点到4520点，对吧？这个观点仍然不变。但是标普指数到4520点的这个过程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好吧？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会在这个之前我跟大家画的这条蓝色的压力线，对吧？就是通过2021年7月13号以及2021年7月26号这2个点连的一根趋势线，它现在仍然没有突破。下周初的话，大家注意一下4476的一个压力，其实现在离4468、离4476也非常的近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呢，是我偏向标普指数在最近再出现一个30分钟的回踩，也就是回踩到这个4450左右的一个地方以后，是吧？再出现上攻的可能性会更加的稳妥，这也对应了 UVXY 先出现一个小反弹。然后是吧，然后再出现继续去筑底，在20块钱到19块钱筑底的这么一个动作也是吻合的，好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标普指数的话，我现在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第一个防守位是4450，第二个防守位呢大概是4430左右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它能回踩到4430附近，那就更加的健康了，好吧？那踩到4430以后再去冲4520甚至4550就会更加的健康。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标普指数的一个建议就是仍然是现在是不建议大家新开仓去做多的，但是如果有机会踩到了4430是到4450之间，你可以去小仓位的去布一个多头，好吧？因为我认为现在大盘整个大盘的看空的声音非常的多，看空的声音非常的多是一件好事，因为越多人看空，大盘越不可能崩，好吧？大盘只能会在就是很多人不看空的情况下才会崩，所以说大家现在的策略仍然是逢低去做多，好吧？这是标普指数。说完了标普指数以后，我觉得再说一下罗素，罗素非常的有意思。我今天先说罗素，再说道琼斯和 QQQ。为什么我觉得罗素非常有意思呢？因为之前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罗素的话，它的这个224块钱的一个压力位，对吧？一直没有站上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冲了3次都没有冲上去。然后呢，在这个220块5毛的一个支撑位，对吧？我也可以跟大家画一下，其实也已经打了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第一次是吧？第一次踩破是吧？220块钱的一个支撑位，这算是第2次踩破是吧？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它这个第3次是不是会不会跌破这个220块钱的一个支撑位。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220块钱这个支撑位可能是撑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照我刚才所说的 UVXY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支撑，并且呢我在周6也就是昨天的那个粉丝个股答疑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小盘股，对吧？我觉得小盘股都还没有跌完。那如果说小盘股还没有跌完，就代表着罗素仍然有继续的下跌的一个空间，好吧？下跌的一个空间的这个位置在哪呢？大概在这个218块8左右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根绿线。我现在是蓝线，蓝线的话太多蓝线了，所以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好。我把它换成绿线，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好吧？接下来我认为罗素的一个真正的支撑位可能会在218块9左右的一个地方，我也给自己定一个提醒。这样的话，大盘顺势继续出现一个小的调整以后，就是大概1%左右的一个调整，1%甚至不到的调整以后，对吧？然后再继续的上攻去这个
爆空头的仓，对吧？因为很多人现在想去做空，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不能做空，好吧？有可能在下周初会有小调整，但是调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续的上升，所以说我们大家现在一定要好好的盯着，是吧？罗素能不能在218.9块的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站稳的动作？止损位的话就设在止损位的话就设在218块，好吧？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选择218.9块附近去布局罗素板块的股票的话，那一旦跌破了218，就可以先行的离场。其实这个止损位非常的窄，所以说盈亏比是非常的好的。打到了218.9块的一个支撑位以后，罗素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向上的一个反弹，好吧？这也就对应着大盘在8月底甚至9月初的最后的一波赶顶。好吧，这是我对于罗素的这么一个分析，就是说仍然有下跌的空间，但是下跌的空间并不大，是吧？下跌到218.9块附近的话，有可能会有一波不错的反弹。那一旦跌破了218块钱，就进行一个打损的操作，好吧？这是我对罗素的一个分析。说完了罗素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道琼斯指数呢，其实在上周是表现的非常的强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涨了基本上接近1%、0.9%左右的一个动作。那既然是道琼斯指数非常的强，那是不是代表着可以去追道琼斯板块的股票呢？我再次强调，并不是，好吧，并不是，因为毕竟整个标普也是在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位。我个人的偏好呢就是说道琼斯指数我一直说了，起码先看到36000点，但是不代表下周就能达到36000点的这么一个目标位。我个人觉得更健康的一种走法呢，是先回踩2小时级别的固比复合均线，是吧？也就是在这个小平台，也就是35230点，好吧？也就是说道琼斯指数也是，如果说能在下周进行一个1%左右的一个调整，是吧？正好到前期的这个平台3523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然后再继续的向上36000发起进攻，我觉得会更加的健康，好吧？这是我对道琼斯板块的一个推演，我认为也是会先跌再涨的一个预测，进行布局的点位大概就在35240点左右，好吧？这是道琼斯板块狼王的一个预测。说完了道琼斯板块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QQQ 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我说 QQQ 非常的有意思呢？因为上周其实所有的就是道琼斯板块标普都是一个收涨的状态，那 QQQ 涨的最少，是吧？只有0.21%。也就是说 QQQ 一直都没有突破上周的那个高点369.9块，是吧？370块钱的这个压力位 ，QQQ 上周一直都没有突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QQQ 的话，现在对于7.9块SQQQ 的7.9块的这个支撑，其实是暂时都还没有突破。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如果说下周标普然后那个罗素还有道琼斯出现一个小幅的调整，那 QQQ 可能会顺势的也出现一个小幅的调整。但是我认为370块钱的一个压力位对于 QQQ 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位，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海底捞月信号的这边日线级别的海底捞月信号来看， SQQQ 现在并没有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海底捞月信号，对吧？也就是说明它没有出现海底捞月的信号，那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不用太恐慌，好吧？虽然说 SQQQ 可能下周会有一个继续向上反弹一点的空间，对吧？因为我说标普还有道琼斯可能还可以，就是会下跌1%，也就对应着 UVXY 可能是一个小于10%的反弹以后，大盘会继续的上涨。所以说这个 SQQQ 很有可能下周也是会先稍微涨一点，可能不会超过5%吧，肯定不会，我个人预计是不会超过5%，也就是说8.4块，最多涨到8.4块、8.5块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它会继续的去破一个新低。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小仓位的去布局一些科技板块的股票的，因为我
觉得 UVXY 真正的支撑其实是在19到20块钱左右，是吧？一再的强调。但是下周初的话，仍然是我其实对大盘是看有小调整的。为什么我对下周初科技板块也是看有小调整的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半导体板块，对吧？半导体板块之前，在上周是出现了一个跌破1小时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这个半导体板块它已经跌破了，是吧？一个30分钟的支撑，然后现在在2小时级别的GMMA 均线组这里，是吧？大家可以看到是也已经跌破了，它跌破以后会有一个回踩 GMMA 长期均线组的一个动作。那回踩以后，下个星期如果顺势去跌到4小时级别的GMMA 均线组的一个支撑也是，它其实4小时是撑住了的，这个挺有意思的，那2小时级别要是真正跌破的话，2小时级别跌破的话，对应的4倍周期是日线级别的 GMMA 的一个支撑，所以说我对于 SOXX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它有机会跌到446块钱左右的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好，就是然后去进行一个布局会更加的好，好吧？简单点说，就是我认为科技板块下个星期是可以进行一个逢低买入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科技板块在上周其实涨得并不算多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FNG 底期的走势其实和SQQQ 也是比较像的，对吧？一直也是没有破前面的这个2块3毛1的一个低点，所以说我对于下个星期大家的一个操作策略是去关注前期超跌的罗素板块的股票，是吧？不是让你周一就进去，但是如果说周一会跌到了狼王所说的，就是罗素跌到了狼王所说的一个支撑位，你可以选择去小仓位的布局一下，就是我周六所说的那些小盘股，是吧？周六就是昨天晚上的粉丝个股答疑说的那些小盘股的一些支撑，你可以关注着，我觉得在那些点位是可以去小仓位的布仓的，然后在9月，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大盘仍然还有一个3到4个星期的，是吧？横盘小幅震荡并且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说仍然是做多为主，好吧？关注前期超跌的罗素板块的股票，以及科技板块里面没有涨起来的股票。科技板块有什么没有涨起来的股票呢？其实我每天的这个盘前个股快播也都在讲，是吧？比如说亚马逊啊那些，是吧？然后具体的东西我们在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讲，好吧？那这是我对科技板块的一个分析。那现在4大指数已经讲完了，我们就再过一下黄金和比特币。黄金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在上周特别的凶残，黄金的庄家真的是非常的凶残，直接的给你做了一个 W 底，然后也没有破前面1673.3的这个支撑位，是吧？现在站稳了1775的这个平台，那如果说站稳了1775的这个平台，那黄金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去向1839发起进攻，好吧？持有黄金的朋友继续的持有，现在仍然以一个多头为主止损位的话，我觉得就设在1757，好吧？1757是黄金的一个多空的分水岭，如果跌破了1757的话，一定要止损黄金，没有跌破继续的持有。说完黄金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原油的话，现在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平行通道的支撑暂时撑住了，是吧？那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对于原油的话止损位的话设在这个67.5块，好吧？只要不跌破67.5块，可以继续的持有原油。跌破了67.5块，也就是跌破了平行通道的支撑，你就进行一个打损离场的操作就好了。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其实现在仍然是在一个反弹的趋势里，好吧？再次跟大家强调是一个反弹的趋势里。哎呦，它已经接近了，是吧？48,000块钱已经在上周已经到了，对吧？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比特币48,000块钱的一个目标位，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既然到了48,000块钱的一个目标位的话，那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顺势的调整，非常的不好看，对吧？那现在的话，大家一定要带好移动止盈，好吧？比特币大概带好4到5个点的移动止盈，
已经到了狼王所说的第一个反弹目标位。我个人觉得比特币会做一个W 底，也就是这样的，起码会做一个这样的 W 底，会不会是向下还是会向上我不清楚。所以说大家对于比特币的话，最近一定要注意风险，好吧？因为已经到了狼王所说的一个48000块钱的一个目标位了，非常的是吧？我一直跟大家强调48000块钱的目标位就在昨天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顺势的下跌，大家一定要注意锁住你手中的利润，好吧？不要让盈利变成亏损。你可以继续的持有，但是一定要带好严格的移动止盈。好嘞，那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就是对于接下来的3到4周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大盘会是一个以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然后在下周初的话，如果说大盘出现了一个小幅1%左右的一个调整，那是给你去布局多头的一个机会，好吧？我不认为大盘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发生崩盘，我不认为，仍然是考虑的是做一个逢低做多的一个操作，关注超跌的罗素板块。不要去做多 UVXY， 因为即使做多 UVXY， 它接下来最多的一个反弹目标位就是24.8块，其实肉并不是很多，好吧？如果真的要做 UVXY， 也要等到9月份的时候再进行一个考虑。好嘞，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今天的节目，是吧？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